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上一集有跟大家回顾过我们在这个 WPT 柬埔寨主赛事 B 组的一个手牌状况的回顾。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回顾这个 C 组的一个整个手牌的有趣的状况。首先呢，我们在 C 组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呢？有记录的第一手牌呢，是在这个300、6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我在 CO 位，我有 A8 黑桃，我们起始筹码是3万，加注到1200。8成位的玩家选择跟注啊，翻牌是 A23。2张黑桃，我是 A8 黑条，所以是非常好，中了一个顶对啊，带来一个同花的听牌。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过，我们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呢，会有一定的过牌频率跟下注的频率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今天的踢脚呢 ，A8 带上一个中间的踢脚，所以我觉得过牌有过牌的好处。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今天是 AJ 以上的话呢，应该会偏向更高频率的下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踢脚越好的时候呢，越有机会会被这个玩家用一些更弱的 A 的对子的手牌跟住，所以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逻辑哦。当我今天如果说是 A4、A5、A6， 那我应该都是永远的过牌。当我们的踢脚越弱啊，在这种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呢，我们希望这个底池呢越受控制越好啊，就是过牌多一点。所以呢，我觉得 A8 介于一个中间啊，尤其是我们带有黑桃的听牌的话，我觉得下注也可以，我觉得过牌也可以。那我当下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8成位的玩家在3900的底池，他选择了下注1500。那我的手牌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原因是因为我不担心任何的转牌哦。然后呢，我选择了跟注，转牌开一张梅花10啊，翻牌是2个黑桃1个梅花，转牌又是一张梅花，所以就有2种同花的听牌。然后底池690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应该都还会是过牌。这个时候呢，8成位的玩家又选择了下注4000啊，底池6900下注4000。那我们这个手牌是一个很明确也很简单啊，跟注合牌呢来一张非常好的牌啊，黑桃5，我们中了一个最大的 A 花啊，虽然说还输一个同花顺，但基本上这个机会非常的小。所以呢，这时候底池14900啊，对手的筹码量大约有20300啊，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过牌。那我在想，我会不会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啊，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翻牌 check call 2次之后呢，代表说我们的范围大部分都会是一些比较弱的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合牌中了同花，我觉得领先下注在一个理论上呢，不会是一个预设策略，但我认为还下注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策略。原因是假设对手是 AJ， 假设对手是 A9， 他这手牌呢，对方都不会下注，但是我们透过下一个比较小的注，我觉得对手有机会跟注，所以呢，我觉得下注还是有一点点的道理。但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预设策略呢都会是过牌，所以我选择了过牌啊。这个时候呢，底池14900，然后呢，对手选择了一个直接 all in 啊，他有20300，然后比较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这个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轻松跟注。那对手的手牌呢是 K10 黑桃，也就是他在合牌也中了同花哦，中了 K 花，他只输我一组啊，就是只输我的 A 花啊。当然还有一个同花顺，但基本上他的牌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就成功的基本上是筹码翻倍啊。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在400、800的盲注级别呢，9人桌的 UTG+2，它有9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800啊。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对手在 low 价位，他只有14000，他选择了直接 all in，14000大约是接近17个大盲。然后呢，这时候呢到我啊，我在 CO 位，我有54000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K 不同花。那我觉得 AK 不同花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我要思考的是，我们这边的范围会怎么样去做决策？好，首先面对一个 UTG+2的加注，然后一个接近17个大盲的 all in 在 low 价位，很明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排除法的方式来思考这个手牌。只要我们的手牌比99还要弱，或者是比 AQ 还要弱，那都不用想啊，就是88以下的手对啊 ，AJ 同花、AJ 不同花以下的手牌啊，任何的 K 牌全部都不用想，都是个弃牌。所以其实我们会持续的范围里面，我认为大概只有5%啊，99以上的对子跟 Ace Queen 大概是5%的手牌范围。那这5%的手牌范围，我们会去怎么样去做决策呢？那我们先想一下底端的范围啊，因为顶端的范围很简单嘛，对不对 ？AAKK 对不对？谁都会打。那我觉得底端的范围才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首先呢，我觉得1对9很有可能会弃牌，原因是因为一个前卫的加注，一个中卫啊 low 价位的 all in， 我觉得1对9非常的边缘，就算是正 EV 也是见非常的少，尤其是对吧？我们后面还有 button 位、小盲位跟大盲位，还有前卫的玩家没有动作，所以是还有4位玩家没有动作，所以我觉得最边缘的范围99 AQ 不同花应该都会直接弃牌。那我觉得会继续的守队可能会是10啊，我们 JJ 是一定会继续所以 JJ 以上的守队是不用考虑。那我觉得10可能也尴尬一点，那10我很可能会偏向跟注。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AQ 同花，也有
有可能会跟注。然后我觉得应该是10以上的对子跟 AQ 同花以上的手牌都会选择跟注。假设这个 UTG 的玩家或者是盲注位的玩家再 all in 的话，那我们的底端范围就可以弃牌，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我们的10可以弃牌，代表是我们的 AQ 同花可以弃牌。但是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筹码量跟这个情况，我认为 JJ 以上的对子跟 SK 应该是永远都不会弃牌。所以我们的跟注的策略呢，就是会继续的范围选择跟注，然后面对再加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比较好的手牌范围 JJ 以上的对子跟 SK 应该都会再跟注。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预设策略。那当然，我们的 AK 不同花也落在一个跟注的范围，所以我们就跟注。这个时候呢 ，UTG 的玩家弃牌，所以我们就摊牌。那看到了这个 low 价位的玩家呢是这个 AJ 不同花，所以我就赢下来一个算是短筹码的 all in 所以赢了接近17000的这个筹码量，还不错。好，下一手牌呢，下一手牌是这个800、1600所以中间大概有2个盲注级别、2、3个盲注级别没玩什么牌。然后呢，这手牌呢是我在 low 价位，我有47000的筹码量，在800、1600的盲注级别，大约是30个大盲。这个时候我拿到 A 能数吗？加注到3200，CO 位的对手有6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大盲有7万的筹码量，他也选择跟注。翻牌是15-2彩虹面，有1张黑桃，底池12000。那我们说了，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混合策略，那我们选择了下注4000，然后 CO 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4就变成是有2张黑桃的这个台面，那底池2万。那这个时候呢，我又选择了下注1万，这个时候 CO 位的对手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他的筹码量比我多，所以我们的非常轻易的跟注。他这边 all in 的范围，我认为任何的，比如说 A10、K10我觉得都有机会 all in。那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是非常强的手牌，我不觉得他需要 all in就算他是中3条，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在这个筹码量。所以今天他 all in 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领先他大部分的顶对的范围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考虑。那我就跟注了这个时候呢，看到对手的手牌呢是 AK 黑桃，也就是转牌的这个2张黑桃嘛，他是 AK 黑桃，就代表2个高牌带上这个同花的听牌，那合牌呢就开一张叠牌10所以我就成功的筹码翻倍。那这手牌其实我蛮意外的就是这位玩家翻牌前竟然没有选择3次下注，但我觉得这是一些玩家的一些习性如果说他觉得翻牌前跟注 AK 同花，然后让盲注位的玩家进来，如果盲注位的玩家有机会犯一些更大的错误的话，那我觉得这一些 AK、AQ 的跟注，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就是代表说以后我们对上这样子的玩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能把他的范围里面就好像自动的移除掉这些非常好的 AK 跟 AQ 的手牌，因为对手手牌呢永远都会有机会有这样的手牌下一手牌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看一下，又是我就知道是你又是你，你最烂，你这个獐头鼠目，尖嘴猴腮。拿到非常好的手牌，这手牌呢是1000、2000的盲注级别，9人桌的 UTG 加1，这个对手呢他有14万的筹码量，他加注到5000，那我在他的下一家，我的 UTG 加2，我有87000的筹码量，拿到了一对 K 大约是43个大盲的左右筹码量。那我们的预设策略呢，我觉得一对 K 应该会是一个相对高频率的3次下注，那我加注到15000在超过40个大盲里面，我觉得这一个加注的尺寸呢算是非常的不错，加注到15000，这个时候 UTG 加1的玩家选择跟注，翻牌是884彩虹面，底池35000，非常安全的牌面。这个时候呢，这位玩家选择过牌到我持续下注1万，35000的底池，我觉得下注1万，我觉得差不多。我可以选择更小，但我觉得预设来讲差不了多少。这个时候呢 ，UTG 加1的玩家直接 all in 看不太懂什么 all in 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一对 K 呢，非常的轻易的跟注就是7万2000在这个翻牌。这个时候呢，看到 UTG 加1的玩家，他竟然是 AJ 同花就是什么也没有，884彩虹面，他直接 AJ 同花直接 all in 我。然后呢，就2位玩家我们就摊牌了嘛，转牌来了一张 J 让他中了一个顶对，然后桌上的玩家就在那边好像有机会，然后合牌没事，所以呢，成功的赢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我们从这个87000的筹码量直接翻倍到大约是16万左右，非常好。下一手牌呢是一个这个大盲位抵抗的手牌，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 CO 位的玩家，他有7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4000。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我有17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90不同花，选择跟注翻牌是 AJ8 彩虹面，底池11000。这时候我们的预测策略当然是选择过牌。CO 的玩家选择一个持续下注3500。那我觉得在这个台面上呢，以一个范围的弱势来说，我们不会有很好的顶对、2对跟3条，基本上我们都不会有。那我觉得应该都会是一个过牌跟注。那当然，我们这手牌有一个双头顺的听牌，可不可以混合策略的加注炸胡呢？答案是可以，但我们
希望我们整体的频率呢不要太高，所以呢，我觉得预设策略来说，跟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转牌是一张叠牌8，这个时候呢底池18000，那我觉得这个转牌呢，我们可以有一定的频率做一个领先下注。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的8的范围绝对比对手来得多。对手在 CO 会加注的8的组合，我觉得以不同花的8来说，18同花、18不同花都不会加注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8不同花，有的玩家会加注，有的玩家不会，但基本上我觉得都是非常边缘哦，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同花8的组合，但是以不同花8的组合的话，甚至是 K8、Q8 都不应该有啊，除非他打得比较松才会有，但就是组合就非常的少，你应该懂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大盲位，基本上我们会有所有的最弱到什么68不同花我们都会跟注啊，同花8的话更不要讲，28同花都会跟注，所以我们的8的组合是远大于 CO 位的玩家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转牌呢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啊，配合的炸虎呢，当然最明确的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这种90啊、Q10啊，或者是 K10啊、Q9啊，就是带有卡顺或双头顺的听牌，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范围。那我当下呢，虽然说非常适合下注，但是我当下呢还是用一个混合策略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下注了半个底池啊，底池18000，他下注9000。那我们的策略呢，我觉得蛮接近。如果他今天下注超过半个底池以上，比如说2/3以上，那我的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赔率不足的情况下，不会去跟一个双头顺的听牌，尤其是在一个有叠牌面的牌面上。但他下一个9000，我觉得蛮边缘的，我觉得可以跟也可以不跟。那我觉得这很看玩家了。那我当下选择了跟注，那合牌来一张非常好的牌，来一张 Q。好，这个时候呢，底池36000，那我的预设策略，我觉得我选择过牌，但我在想可不可以选择下注？我觉得下注有一定的逻辑啊，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下注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会 A10啊，甚至是一些我不知道 AK 他会跟注，但是 AK 搞不好有的玩家就会害怕嘛，就是我搞不好 A9、A10 我 check 他搞不好这些手牌比如说 A9以上的 A 他搞不好都会过牌，但是我下注他有机会跟注，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去完全就照说电脑告诉你预设策略GTO 告诉你这边预设策略是过牌，所以你就永远过牌。我觉得你必须要考虑到的是真实玩家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因为你选择下注，搞不好因为这个对手让你有机会赢到更多的筹码，所以我觉得打现场扑克呢，就是要有一个随时要思考，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是最适合的情况。这一些电脑给你的解答呢，都只是一个参考用啊，实际上你还要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我觉得才是最好的。那我当下呢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 CO 位的玩家也很快的选择过牌啊，那当然我是最大的顺子嘛，所以我们就赢下了这个底池。以上就是今天的手牌讲解。如果你有任何扑克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我是小 P，拜拜。